当年他是一个人把市场打下来了，结果回来后呢，却被边缘化了。很多出海企业里，这种现象呢比比皆是。Hello， 大家好，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外派员工的复归机制设计问题，如何让人出得去也能顺利回得来。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一家大型制造企业集团，他们有一条明确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常年需要派大批的员工去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区域市场负责销售、工程和项目拓展。有一名员工曾经在非洲某国连续3年打下了整个西部大区的市场份额，也组建了从0到50人的本地销售团队，整个营业额突破了5000万美元。可是3年的任期一结束以后，他一回国却被安排到了战略支持中心的后台管理岗位，完全脱离了一线，不再管人，不再带团队，不再参与战略。不到半年，他就选择了离职，跳槽去了同行的海外事业部。企业从此失去了一位深谙本地市场、懂组织又能打硬仗的复合型战将，而背后的根本问题就是复归机制的缺失。外派复归为什么这么难呢？主要是来自于4个方面。一个呢是归属感的锻炼，那员工在海外3-5年，工作模式、语言习惯、管理逻辑都逐渐国际化了。那回到国内以后，发现了节奏完全不同，沟通成本陡增，甚至还被贴上了水土不服的标签。第二个呢，岗位的规划缺失，很多企业根本就没有系统规划，外派人员回来干什么？不是降为安排到后台岗位，就是回国后无人对接，职位职责模糊，导致有功无位。第三个就是能力识别的失衡，不少国内的 HR 或者是直线经理对海外的经历的理解很有限，认为你只是运气好，而不是把海外打仗当成管理能力的积累，这就直接影响了外派人员的晋升与轮岗的公平性。第5个呢，就是心理落差巨大。外派期间往往是组织高度授权、资源倾斜的状态，而回国后一切归零，没有资源，没有话语权，没有舞台，这就导致了复归员工出现严重的心理反差，甚至怀疑自我的价值。那我们为什么说复归机制是全球化的核心工程呢？其实从人才管理的视角来看，复归机制不是 HR 的人情活，更是出海战略中的系统工程。所以我们建议企业应该从人才资产链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外派是一种高强度的人才投入，复归是这笔人才资产的价值兑现。如果说复归的失败，那前期所有外派的投入，包括文化的适应、团队的搭建、市场的熟悉，都等于作废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外派人才的复归机制能够为企业积累3类的组织经验资产。第一类是海外战场上的应变经验，第2类就是跨文化管理的方法论，第3类就是海内外一体化的组织沟通机制。所以很多企业之所以全球化的碎片化严重，恰恰是因为这些经验没法复制、无法沉淀、无法传承。复归机制到底该怎么设计？那我们建议是以下的3种模式。模式1，岗位预设型复归机制。那这类的模式主要是适合组织体系的成熟、晋升通道稳定的公司。那基本的逻辑呢，是在外派员工出发前，提前呢就规划好了回国后的目标岗位，甚至呢将岗位锁定为发展型的岗位。那常见的做法是，外派人员出发前就签订复归的协议，并注明岗位、时间和支持的资源。第2就是外派期内由 HRBP 与接收部门持续沟通，做好衔接的准备。第3个就是复归后3个月内启动融岗辅导机制，由一线管理者、导师双对接。那我们来看一个实操的案例。某通讯公司对外派技术总监回国后安排的是区域产品线负责人，并在其回归前3个月就派 HRBP 进行对接访谈，帮助了其在业务节奏、内部关系和资源配置上逐步的融入。模式2，项目对接型复归机制。那像这一类机制主要是适合快速发展的企业，岗位变化频繁，无法承诺固定的岗位。核心的机制原理是通过复归任务项目制来实现平滑的过渡。那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第一，外派员工回国后优先参与跨部门海外相关流程优化类的项目；第二是设立复归任务库，鼓励跨部门挑选与海外经验相关的任务；
第三是将项目中表现作为后续岗位安排与晋升的依据。那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激活员工的能力，又避免了直接安排到组织中的冷板凳岗位。我们来看一个实践的案例：一家物流科技型企业在员工回国时给安排到海外仓流程数字化改造项目作为第一岗位，同时也给予了6个月的过渡期，后续根据表现匹配正式的岗位。模式3：复归加速通道机制。那像这一类机制主要是适用于高潜人才的管理，核心的目的就在于升维激励加战略使用。那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第一是将外派人才纳入到全球高潜池探索跟踪加人才评估；第二是设立出海、回国、晋升全路径的模型，并用数据跟踪其复归后的影响力表现；第三，将其视为种子人才，重点安排在组织战略类岗位，如变革项目、体系搭建、内部教练等岗位。那我们来看一个实践的案例：一家大型的民营能源集团将5名的海外富贵经理人组建了出海顾问团，直接参与总部各大事业部的全球布局诊断，并担任集团的内部讲师，以提升其组织影响力。作为 HR， 该如何推动富贵机制的落地呢？那在这里，我们建议企业设立外派人才的全周期管理机制，包括外派的评估、在岗的跟踪和富贵的接轨3个阶段。首先是 HRBP 要提前参与外派人才的职业路径规划，确保出发有方向，回归有通道。第二是对接收部门来设定复归责任 KPI， 比如说是否制定融岗计划，是否设立适应期目标，是否完成关键任务安排。第三是每半年一次对富贵人才满意度与绩效跟踪，作为高潜人才盘点的重要参考。我们总结一下，很多人都在谈怎么把人派出去，但真正决定一个组织全球化承受度的，恰恰却是人回来之后是否再次被激活。复归机制不仅仅是 HR 的面子工程，而是企业能不能把外派的工程变成核心的能力体现。如果你想要这一期提到的岗位预设模板、任务项目库清单、复归加速通道的指标卡，欢迎在评论区打上复归工具包，我就将这套实用资料发给你。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老方，下一期我们一起来聊聊跨文化会议怎么开，别让一场会议变成一场误会。关注我，期待下一次再见，拜拜。